就嗷！一滴鸡牛逼！哎，不好意思，走错片场了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塔。最近的原神呢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无聊。既然官方不画饼，那只能 UP 我自己出马来给大家画一个超级大饼了。七神的定位，一直以来呢 ，UP 始终保持一个观点：七神不一定要是 C， 但必须要是最能代表这个属性特点的角色啊。这个观点相信老粉都是知道的。而时至今日呢，七神已出其中之三。通过风神、炎神、雷神的定位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设计师的思路也是这样的。风属性在强调巨怪，而温迪恰恰就是一个为了巨怪而特化的角色。炎属性的特质是护盾，钟离则变成了一个护盾人助力。雷属性是在强调大招能量，而影我们的老婆则是一个适用于任何队伍、任何场景的充能角色其实 UP 上面说的这些内容，还能从其他地方找到设计师的一些想法。对，就是元素共鸣效果。除了双风确实没有对应到巨怪以外，双炎对应的是护盾，所以钟离是护盾；双雷对应的是充能，所以影是充能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偶然，这是在游戏立项之初，设计师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七神大框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版钟离的输出都被喷成那样了，设计师也没有按照网友的意思去把钟离改成一个 C， 而是在护盾方面进行增强。因为七神的大框架不能动，炎属性它就是在强调护盾，而钟离作为炎属性的代表角色，他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特点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，这才是角色设计师的想法。那么以此类推，我们来看一下剩余的几个神草神先不管这个我们确实是一无所知。先来看水神，提到水属性，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奶妈增加容错率，增幅辅助，这是很多游戏水属性给我们的固有印象，而在原神里面其实也不例外。5个水属性角色里面，2个奶妈，2个辅助，双水共鸣效果更是来得直接，治疗效果提升30%。根据这些内容，其实水神的定位大概就看得出来了，肯定有奶没得跑，而且会是一个究极奶，因为它是水属性的代表角色，它的奶量一定不会差。除此之外，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功能性，要不然只是一个究极奶妈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，简直是愧对七神的称号比如说钟离除了护盾还有减抗还有控制，影除了充能还有一定的补伤害和挂雷的作用。温迪倒确实是没啥了，可能是因为这个角色设计的比较早吧，机制会简单一些。至于水神的其他功能性，目前通过迟滞之水推测的话，有可能会跟全队伍减 CD 有关系，但是 UP 觉得概率不大因为如果你有玩过6命雷神的话，你就会明白全队伍减 CD 这个概念对原神来说绝对是一个反平衡的存在，这个机制对原神来说太恐怖了。如果这个概念单靠一个0命5星的天赋机制就可以满足的话，那么原神真的就是人均秒天秒地秒空气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水神为什么就不能是 C 呢？绝对不可能。如果七神里面要有 C， 这个 C 它也应该是火神。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写道，侵略如火，火是最能代表输出的属性。从元素共鸣效果中我们也能看到，双火效果直接就是提升攻击力，非常的干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从七神里面找 C 的话，火神一定是最适合的那一个关于火神呢 ，UP 目前有2个思路，一是前面说到的，他自己很强，他本身就是 C， 其他角色为他服务，让他来打输出。二是辅助套路，跟其他神一样，通过火神让队友变得更强，给队友带来增益效果。比如说像双火共鸣里面的攻击力提升。等一下，这个第2个思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懂了。其实开服的时候火神就已经出了，班尼特才是真正的火神。好了，玩笑归玩笑不管怎么说，火神一定会是一个特别暴力的角色，大家一起期待吧。OK，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冰神。冰属性在原神里面的特点其实跟双冰共鸣是不太一样的，在游戏里冰属性强调的是控制，而双冰则强调的是暴击，包括目前唯一的冰套也是在强调暴击。其实这个差异点 UP 还是挺意外的。所以冰神的定位呢，也就有2个方向，一是高频挂冰或者延长冰冻时间，二是辅助老套路，就像钟离给全队套盾，影给全队充能那样，冰神给全队提升暴击反正大方向应该没有错，具体的技能细节设计就得看设计师的脑洞了。好了，其实通过现有的游戏内容，水火冰神的定位真的不难看出来。水神奶妈，火神输出，冰神控制或者暴击，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草神了，到现在没有一丁点眉目。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的一起来聊一下草属性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属性出来的时候，深渊强度榜应该会有一点点变化有些后面的角色可能搭个顺风车，它就上来了。好了，就说这么多，希望看在辛苦马兹干视频的份上，给孩子一个长按3连，感激不尽，拜拜。